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死者。都柏林的雪落下来了，细细密密的，无声无息地盖住街道、屋檐、运河边光秃秃的树枝。那是1904年主显节前夕，圣诞节刚过去不久，空气里还残留着烤鹅和热葡萄酒的香气。看漏人的女儿莉莉在门厅里跑前跑后，几乎是双脚离地在飞。她刚刚把一位先生带进底层营业所后面的餐具间，帮他脱掉大衣。断断续续的前门铃又响了，他只得匆匆奔过空荡荡的过道给另一位客人开门。幸亏不要他也伺候女客人。凯特小姐和茱莉亚小姐在楼上把浴室改做了女客们的化妆室，他们在里头聊着天，大惊小怪地忙活着，轮番走到楼梯口，从扶手栏杆上向下张望，朝莉莉喊着问是谁来了。这从来都是件大事情，莫坎家的小姐们每年一次的舞会，她们所有的熟人都来参加，家庭成员、老朋友，茱莉亚在唱诗班里的同事，凯特教过的学生，甚至玛丽简的学生也有的来，没有哪回不是尽欢而散的。好多年了，这舞会一向开得很成功。自从他们的哥哥帕特去世，凯特和茱莉亚从斯托尼巴特那幢房子里搬出来，带上唯一的侄女简，一块住在阿雪岛上这幢幽暗的房子里以来，一直是这样。他们从楼下做粮食生意的富勒姆先生手里租了楼上一层，已经有足足30个年头了。那时候简还是个穿短衫裤的小丫头。海丁顿街上的管风琴归她弹，茱莉亚尽管两鬓斑白，仍然是唱诗班的第一女高音。凯特因为身体太弱不能多跑动，就在后屋那架老式钢琴上给启蒙学生教音乐课，莉莉给他们做女仆，极少出错，跟3位女主人处得挺好。虽然他们生活简朴，但主张要吃得好，样样都买顶好的，带缩形骨头的牛腰肉，3鲜另1磅的茶叶和上等的瓶装黑啤酒。可今晚女主人还是有些不安，早就过了10点钟，加布里埃尔跟他妻子还不见眼。此外，他们还非常害怕弗雷迪·马林斯可能喝醉了酒来，怎么也不希望玛丽简的哪个学生看见他醉醺醺的样子。弗雷迪总是迟到，可加布里埃尔又有什么事拖着呢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隔上2分钟便要走到楼梯扶手处问莉莉。加布里埃尔·康罗伊站在门廊里，脱掉沾了血的大衣，薄薄的一缕血像披肩似的盖在他大衣的双肩上，套鞋头上的血像是套鞋的包头。他解开大衣纽扣时，被血冻印的粗呢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一股来自户外的寒冷香气从衣缝和皱褶中溢出。他身后跟着妻子格雷塔，他的脸颊被寒风吹得微微泛红，头发上还缀着几片没来得及化掉的雪。莉莉为加布里埃尔开门，说凯特小姐和茱莉亚小姐还以为您不会来了呢。我保证他们会这么想的，加布里埃尔说，可是他们忘记了，我这位太太真要命，得花3个钟头打扮自己呢。她立在擦鞋垫上，把套鞋上的雪往下蹭。莉莉把格雷塔陪到楼梯口，凯特和茱莉亚马上蹒跚地从幽暗的楼梯上走下来，吻了格雷塔，问她是否跟加布里埃尔一道来的。加布里埃尔走进门厅的时候，看见了莉莉，他从小就认识这个女孩，还记得她小时候坐在台阶上玩布娃娃的样子。他笑着走过去，口气和蔼地问她还上不上学。莉莉说今年不上了，往后也不上了。加布里埃尔又欢快地说，那好日子应该不远了，我们该去参加你跟你那个年轻人的婚礼了吧？女孩猛地回过头来，脸上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恼怒。她说现在的男人全是骗子。加布里埃尔愣住了，他站在那里，手里捏着一枚硬币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尴尬地把硬币塞进他手心。他转身往里走的时候，心里还在翻来覆去地想自己是不是说错了话，是不是太轻浮了。他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从容。他穿过门厅走进屋子，凯特姨妈和茱莉亚姨妈正陪着格雷塔说话。
茱莉亚姨妈在笑，一边笑一边咳嗽，因为岁数大了，笑起来总带着喘。凯特姨妈说：“加布里埃尔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们以为你们不来了呢。”加布里埃尔笑着解释，说格雷塔打扮花了太多时间，他脱下套鞋。凯特姨妈问他要不要换一双干净拖鞋，他说不用了，就这样挺好。他环顾四周，屋里已经坐满了人。布朗先生坐在钢琴旁边，马林斯太太靠在沙发上，还有几位他不认得的年轻小姐坐在角落里低声说话。简走过来跟他握手，问他进来可好，说已经好久没见他了。加布里埃尔说他知道，他忙得很，整天应付那些学生和稿子。简笑了，说无论如何今晚得好好轻松一下。他转身招呼其他客人去了。加布里埃尔站在那里，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的名字，回头一看是弗雷迪·马林斯，果然又喝多了，脸红得像烧过的砖，一开口酒气扑面而来。弗雷迪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加布里埃尔老兄，好久不见。”加布里埃尔笑着敷衍了两句，心里却在想这个人怎么永远这副模样。他转过头去找格雷塔，看见他正站在窗边跟布朗先生说话，街灯的光从窗外照进来，落在他侧脸上。他微微笑着，那笑容让他胸口一暖。晚宴开始前还有段跳舞的时间，加布里埃尔走到一群年轻小姐中间，一位叫艾沃斯的小姐邀他跳一圈。艾沃斯是他在大学的同事，年轻，长着雀斑，棕色眼睛炯炯有神，衣领上别着一枚爱尔兰徽章。加布里埃尔跟他跳着舞步，他忽然问他：“你真的每年都去法国和比利时度假吗？”加布里埃尔说：“今年夏天打算去德国、瑞士、意大利兜一圈。”艾沃斯猛地抬头：“为什么不去看看自己的国家呢？”加布里埃尔笑了笑：“我跟他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了。”艾沃斯紧逼着问：“你是想去大陆那边，找那些熟悉你英文作品的人吧？”加布里埃尔有些局促：“我去旅游，一是为了锻炼身体，二是为了看看新鲜风景。”艾沃斯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可你为什么不学习爱尔兰语呢？”加布里埃尔说他应付不来。艾沃斯的脸沉了下来，他接着问他，等夏天到了，愿不愿跟他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西部的阿伦群岛，那里才是真正的爱尔兰。加布里埃尔恼了，心里那股被冒犯的倔劲儿涌上来，他脱口而出：“要让我选，我宁可跨过那32个郡，也不踏进阿伦群岛一步。”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，可艾沃斯已经松开他的胳膊，冷冷地说：“他分明就是个西不列颠人。”头也不回地走开了。加布里埃尔站在原地，胸口堵得发闷。他转身回到桌边坐下，手指敲着桌沿，翻来覆去地想自己那句话是不是太蠢了。我平时刷抖音精选，也经常刷到这类名著解读视频，很多博主都讲得特别细致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。我们接着讲。旁边的客人们还在闲聊，布朗先生告诉凯特姨妈，说他女儿在歌剧院当合唱演员，上个月演了《浮士德》，唱得跟德国人一样好。茱莉亚姨妈听了连连点头。凯特姨妈问起一位叫伯德的太太怎么没来，布朗先生说他在维克斯福德养病。加布里埃尔接过话头，说起他祖父帕特里克·莫坎的那匹马。老先生有一匹马，名叫江尼。加布里埃尔说，江尼在老先生的磨坊里拉了一辈子的磨，后来老先生卖了磨坊，买了另一份产业，可江尼还是改不了老习惯，老是在院子里绕圈子走路。有一天，江尼拉着老先生和一辆双轮轻便车走到比利大帝的雕像前，老先生以为他要停下来歇歇，结果那匹马转过头，绕着雕像一圈一圈地转了起来。客人们都笑了。简说茱莉亚姨妈从前也有过一匹很好的马。茱莉亚叹了口气，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加布里埃尔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没有再说话。晚宴终于开始了，客人们围坐在长桌旁，刀叉碰撞的声响和谈笑声混成一片，桌子摆得满满当当。
一端是一只肥肥的棕颜色的烤鹅，另一端在一张点缀着荷兰芹小枝的皱纸垫上摆着一只大火腿，外皮已经去掉，上面撒满了面包碎屑，胫骨处套着一圈整洁的纸边，旁边是一块加过香料的牛肉，在2道主菜之间平行摆着一排排配菜。